什麼？不是我風值會變的嗎？這個答案光陽應該滿意了。G7的話，跟以前的 KRV 比起来的话，有这个电推，其实马力整体上电转来講的話，大分。不是你剛剛說光陽會有馬力，可是我看到炫成的畫面啦，就拉那麼高。喲，大家好，我開始，今天就來拉馬力機啦！哇，今天我們主要是想要測試這個最近在網絡上很夯的納米電池，到底有多麼神？其實應該沒有很神吧？不知道。對，因為其實這個電池本來是裝在RTS 的，對。可是我那個 RTS 呢，改了那個賽道版就電推之後推不出來，對。換了10P之後才推得出來，對。所以想說這個電池就留給 G7吧，對。然後順便來，應該是可以正常觸發。對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在 G 上面，剛好也是就7P嘛，同路一個可以直上。想不出來就比較一下它的那個馬力曲線都有沒有不一樣？對啊。可是因為剛剛的電容嘛，因為我們要拉馬力機嘛。可是我今天發現到我的保養燈亮了會有影響嗎？潤滑度會沒有那麼好啦。啊，所以那個馬力數據會比較差一點嗎？多多少少。來跟他分享一下，我是加92的，對，然後目前總里程是2040，然後上次保養是1000多公里前，對，就剛跳了，沒有注意到。然後我機油是10W40，對，算是劣化了嗎？這樣子。對啊，這個時間點應該就要換了，而且你還有騎去越野。越野還有雨戰，對，還有一些周熱小遠征這樣子。對。哇哦，怎麼辦這樣子？看一下，反正我們是左是比較那個馬力曲線圖的差異嘛，最大馬力只是浮雲。OK， 好，就等那就老闆下班。不好意思，又這個打擾別人，我們犧牲車業的老闆阿凱，不好意思，麻煩你了今天。不會。然後剛剛有聽說過嘛，用定傳比較準嘛？對。為什麼？定傳的話不會有傳動的流失啊，或一些其他的干涉啊。定傳就是實際的，完全就是引擎的輸出。可是我目前我這台車的鏈條都沒保養，會有影響嗎？不會啦，會有影響。是新車。新車，2000公里了呢？算新。還算新哦。對，而且我們定傳的話，就是完全的引擎的實際輸出，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去可能傳動不好了啦，或者說疲乏了，然後你會去干涉它，所以這樣最公正嘛，這樣最公正。好，所以這個馬力機很不快樂的意思嗎？不是很不快樂，是定傳拉起來是最準確的，沒有經過傳動的變速。好，是這樣子。有點緊張阿佑。有一點。如果馬力拉出來沒有13P怎麼辦？不要講了，光陽要來找我。第一把 ，OK， 第二把。都差不多，2把差不多是13.45。哦，就越來越好了，越來越好了。大概就在這個範圍了。對啊。上次就很多了嘛，上次。對。大概就在這個範圍，13.6.7左右。如果是帶傳動會比較高一點嘛？帶傳動的話，大概會再多1匹。再多1匹哦！哇哦！對，因為經過傳動的變速，它會長大。原來如此。要快樂的話，還是要帶傳的我們。對。不過我們今天是搞最真實的。對，就是單純測試。對。OK， 那我們現在換電池了。換電池，試一下。OK， 好。酷。OK， 現在換電池了，710克，很輕哎，老闆這個。車子我們不快沒有關係，我們電池先輕量化。首先第一步，電池先輕。對，沒錯。對，又輕又應該是有感覺的。對，沒錯。這個我有試過，因為我的 RTS 是那個改那個賽道版就電推，這個推不出來。這推不出來，要換10號才可以。它 CCA 可能不夠。對，沒錯。對，這它 CCA 才100出頭。這個要好用的話，CCA 應該正常要240以上。哦，對，我那個好像是200、300。沒有，你說10號嗎？對，10號是300多。哦，10號是300多。那個300多應該可以回之後再吹都繼續。而且我們是，因為我改賽版就電推嘛，它可以吹27秒都有電推。對，那很可怕。電池的差異還是有的。像我自稱為我是油門一拜的愛好者，其實這個老闆還是真正的油門一拜的至尊啊！你說從18歲開始做油門一拜了沒？從還沒有駕照就油門一拜。哇！而且都是比那種直線賽嘛。對，直線。常勝軍呢？
不敢當，因為我也很喜歡油門一拜，因為我技術不好，我只能直線油門一拜。那個跟我一樣啊，轉彎危險啊，騎直線直的騎就好了。對，暴力簡單粗暴。對，暴力美學，哎呦，同道中人，同道中人的，性情中人的。钠離子正式開始。马力有变大哎！漂亮哎！连續再這一把，連把。马力有变大哎，怎么可能？不科學哎！再一把，好，再一把，連續再試試看。好，可以。平均了，上把拉起來夠平均了。對，平均了。上把是平均的，不是0.18。哎，有變大哎，馬力。為什麼不是說好峰值會變的嗎？不科學吧？電池上去加上它的電推，還是有應該多多少少會有差啦。可是我記得蠻明顯的，多大概0.5匹嗎？0點，我不止哦，不止哦。我們可以拉剛剛的圖出來看。哎，但是如果是加帶傳的話，就破15匹了呢。帶傳的話，應該今天會15應該有。哇！這個答案，所以其實以 G7 的話，跟以前的 KRV 來比起來的話，有多這個電推，其實。馬力整體上電傳來講的話，大概大了快1匹啊！可是你剛剛說果然會有馬力，可是我看到血流成河的畫面啦、啊，我想不是12匹而已呢，就玩到那麼高。這12匹的丟了。可以試試看帶傳，就是模擬我們在路上騎這樣子，就是我們可以模擬超車啦，就回來，然後又再馬上再吹。我們有電推嘛，就是需要這種急加速的那種。好，我們挑戰破16匹，16匹可能要下一期。跟 KRV 其實差蠻大的。怎麼說 ？KRV 哈，拉 KRV 的電傳到後面這邊啊，到這個到以 KRV 原廠車啦，電傳大概到8000左右就開始往下掉，直接往下掉很明顯。所以我們 KRV 在配傳動最多8200轉8300，一過都是無效動力。可是你看我們定傳曲線從8000開始到接近9500這邊才開始往下掉，這邊這個掉基本上就是斷油啊。因為我們電腦轉速它是油電雙鎖的，鎖起來之後它就直接切斷你的動力了。可是你注意看後面都平的，就代表它的車顏色很好。大概從5500開始之後，就開始整路都差異蠻大的。所以綠色的是原廠電池哦，所以它還是有差的，差到這麼多。喂，所以說是前面幾乎是一樣，對，到尾數大概是8000轉之後哦，哇，7500開始就有差距，然後越高轉差越多。哦，果然是油门一拜的機器耶。因為這個都是電推已經開啟了。所以剛剛鉛酸最大馬力是多少？13.4。OK， 13.4。剛剛還有拉到一個鉛酸狀況最好的是看一下這個，這是鉛酸的，對，鉛酸最好的一個，這個紫色線的，還是比我們的那個鈉離子還要，也就多0.5匹耶，差不多。定傳多0.5 左右。哇哦！好，那我準備開始測試帶傳了，挑戰突破16匹。對，來猜一下感想。如果拉出16匹的話，就是我。
對啊，對啊，對。差一點，4.9，差一點。哇哦！再給他一次機會，好，有機會。他現在電馬上拉完，馬上回來都14多，這應該是會是2快。15了，哦，15了。OK 了，15了。OK， 連續再一把。好。馬上都回来了，电压都真的很快 ，OK 啊，比较快。好。也交到电了，他的电压就回来。标準就是15匹啊。哦，G7標準要15。對，G7標準15匹。全原廠改電池，對，耐準15。对。哦 ，OK， 不同馬力機也都有差。沒錯沒錯。對啊，因為每個馬力機滾輪的重量不一樣。而且我剛剛看到這邊有到18匹是什麼？它是瞬間的馬力。哦，瞬間馬力。對。所以我們可以號稱它瞬間馬力有18匹嗎？這樣子講會被攻擊。7.8倍上來了。可是明明有速度出來了，我們沒有提供面罩啊。瞬間換算的。哦。實際上還是要我們全部整段截取之後才哦，所以4名馬力有18匹，對不对？好，4名馬力18匹，可以。我們開一下圖出來看一下，15.06嘛，最高是15.06。15.06，對，2趟都15.06，都還蠻平均的。對。尤其是你看，像我们原廠起來，電推剛啟動那一瞬間起來，都維持15.6到後面速度快90的時候，也大概都還有快14匹，所以做後端延伸就是不錯的。原廠是來講非常不錯的，曲線很飽滿呢，就是对前面上的這個扭力很好，這段有沒有？尤其在市區在騎，然後我們從大概25左右開始起拉，起拉到這邊50，馬上出最大的馬力，那就等於我們大概在市區騎的速度嘛。你不可能市區給它騎到90，那超速。好。對啊，就這一段都是我們常來超車回油，超車，這段就最大馬力就在這裡。哇哦！哇，老闆，這場是很多問題嘞。是。首先，我想說話，我這台車是嗎？落地就沒來訓車了，就沒敗了。其實會，這樣子的話對馬力會有影響嗎？我覺得是不會，因為現在的引擎的配套活塞跟氣缸的公差其實都裝得上蠻準。早期的就是那個鐵缸會縮啊，它會有膨脹起來才會行。對啊，都要磨合。現在的應該基本上都不太需要。所以那圖還蠻漂亮的，對不對？有時候倒立訓的是沒問題的。不過這樣愛騎車的話，還是不要學我啦，對不對？不要害到別人啦。搞不好聽說車也是分公跟母的嘛。對。搞不好這車是公的。對。有的車起來就是原廠車就很快，但是原廠車它就是很慢，不知道為什麼。一樣的東西啊。對啊，如果以這台 G7 來看，那它的馬力圖已經比 KRV 好很多了。好蠻多了。對。那這台車布就是它車上的布品，還有哪些東西可以去做提升？你覺得？如果說是以原廠就是引擎不動，那應該是傳動，或者是電腦，或者是我們排氣管的前段，因為這個環保法規關係嘛，它有樹美。那我們坊間很多都是有改裝的前段，樹美拿掉的。對，它聲音不會變，因為我們主要消音在尾筒，聲音是不會變的。對，就大概會從這3樣去着手。那如果這個是小隻方面，對，那如果以比較大組的方面，你會建議客人怎樣去動？當然是直接下引擎，65缸、67缸、300條，加大缸頭節流法。對，這個一次上去應該水準上都有20匹。哇，20匹！我們做的都像67、300那個都一定是20匹。Oh my god！據說這台是阿凱老闆自己的車哎。對，我的期待，感覺很緊繃嘛。
小資改，小資改，對。然後大概有多少匹有拉過了嗎？這台目前大概在30左右。30左右？對，30。這台氣缸是65，它行程是1200條，TRF 的套件。哇，30匹很誇張呀，又。這個車本身就好改啦，比較好改，體質也比較好。你也說過對不對？進站。哇。然後改裝還是盡量挑進站。為什麼？本身的條件就比較好。我不是很懂哎，是差在哪裡到底？應該是說它本身它可以塞更大的氣門的缸頭，那气缸它也比較比方我們上更大的缸径，我们厂商都有做，对，曲轴的行程也可以拉得更大，那本身引擎的強度也都比較夠。哦，就引擎本体就很好發揮。对，原來是這個意思。對，这台改应该快20萬了嗎？改車我們不要算價格，算價格就改不了一台車。哦，天哪！你感覺我的 G7有機會改得那麼緊繃嗎？沒機會了，沒機會，為什麼？哦，引擎的關係哦。換車才有機會了，真的。因為像這個車的引擎，這一套引擎在東南亞其實比我們早很久之前就在玩了。哦，對，東南亞雅馬哈跟東南亞這台引擎玩得很純熟，非常純熟。尤其是泰國嘛，還有印尼。泰國對，泰國、印尼真的很可怕。泰國、印尼都很厲害。我們只要有輪子都可以改。大宗還是雅馬哈跟三陽啦。對。果然真的很少人改耶。對啊，就它不是一台改裝的好車，是原厂都做得很完美給你了，是這麼說嗎？道路上使用蠻夠的，對。但是如果你要改裝，它就比較不夠。啊，應該不會有事情發生。不會，不會。眾所皆知啊。據說那個我們的就凱哥有一套很厲害的 G7的套件啊，在研發中嘛。我們配合了廠商。感謝阿凱帶着我和阿佑深夜加班，因為我指引了因為拜道路邁進的改車方向。男人浪漫就是那麼簡單。說到 G7 的改裝潛力，20匹的 G7 確實非常誘人。其實早在大概1個月前我就提過，以 G7 本身的操控性和穩定性來看，它絕對有能力承受更大的動力輸出。我想20匹也許就是答案，但至於20匹是不是最剛好答案，還是得等真正換上套件的 G7 實車出現之後，再進一步探究它的加速、操控以及整體平衡會變成什麼模樣。期待。Anyway， 回到這部影片的重點，更換大力的電池之後，是否真的會讓光陽2大電推釋放出更多馬力？這個部分，阿佑接下來也會繼續尋找更完整的技術資訊，後續的影片再為大家揭秘光陽電推不為人知的潛力。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，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